1956年，云南深山，解放军巡逻时偶然发现一个失落部落，他们身上披着蜘蛛网边的衣服，全身漆黑，不会说话，一看到人就像见到野兽一样逃跑。他们是谁？为什么在20世纪中叶还活在没有铁器、没有文字的原始生活中？这个神秘民族，官方资料上连名字都找不到。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图腾、婚俗，却在几十年间从野人变成了开茶厂的老板，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消失在地图边缘的群体——苦葱人。1956年夏天，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巡逻时，突然在40-50米外看到一个人正爬在树上采野果。战士们兴奋地大声呼喊老乡，老乡。那人却猛地从树上滑下，转身就跑，眨眼间消失在林海之中，速度之快，连经验丰富的战士都望尘莫及。他们意识到，这些人对外界有着极深的恐惧与警惕。循着踪迹深入，解放军在密林边缘找到600多位苦葱人。据他们说，山中还有2000多人分散在不同区域。从那时起，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开展了3次大规模搜索，历时数年，终于找到了共2177位苦葱人。他们没有文字，没有货币，用蜘蛛网和树皮做衣，实行有肉同吃、有酒共喝的集体生活。与外界交易时从不露面，只将兽皮、竹器放在路边，自己则躲进草丛观察。要找到他们，必须翻越云南最险峻的山脉。在哀牢山与无量山之间，海拔1800到2100米的原始森林中，古树遮天，瘴气弥漫，毒虫野兽出没。即使白天走进去，也如同黑夜。对现代人来说，这里就是地图上那片令人畏惧的绿色禁区，但对苦葱人来说，这里就是家园，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直到那一次意外发现，才揭开了这个隐藏千年的秘密。眼前的景象如同时空穿越，茅草搭建的低矮窝棚里，人畜混居，火塘升起的青烟中，披着树皮的身影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活生生的原始社会画卷。这些苦葱人披头散发，身上只有用树皮和芭蕉叶做成的简陋遮挡，有些甚至完全赤裸。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芭蕉叶搭建的低矮窝棚里，人和猪、狗、鸡睡在一起，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苦葱人不知道什么是钱，从来没有见过现代的布匹衣服，他们用蜘蛛网和树皮制作衣物。他们的社会组织极其原始，没有私有制的概念，实行着有肉同吃、有酒共喝的原始集体生活方式。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更是神秘莫测。当需要获得盐巴、铁器等生活必需品时，苦葱人采用一种独特的无言交易，把兽皮、竹器或松鼠肉干放在路边，然后躲在草丛中等待。其他民族的人会拿走这些物品，留下等值的盐巴、布匹或铁器。整个过程双方从不见面。这一发现震动了整个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已经7年的1956年，在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背景下，竟然还有同胞过着如此原始的生活，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你能想象吗？有一种衣服用比人类头发细14倍的材料制成，却强度超过钢丝，甚至能拖动喷气式飞机。而制作这种超级材料的，竟然是这些看似原始的苦葱人。当解放军工作队深入了解苦葱人的生活时，最让他们震撼的莫过于苦葱人用蜘蛛网制作衣服的神奇技艺。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却是苦葱人真实的生存技能。苦葱人制作蛛网衣有着严格的材料要求，他们专门寻找一种叫鬼脸蛛的大花蜘蛛，学名叫棒落心腹。这种蜘蛛长着绿、灰、红3色，个头很大，样貌可怕，但苦葱人却一点都不怕它们。这种蜘蛛织的网特别显眼，呈金黄色，网径可达2米左右，在树与树之间闪闪发光。制作蛛网衣是一个极其耗时的过程，要做一件完整的蛛网衣，需要收集上千张这样的蜘蛛网。苦葱人往往要花费半年时间在树林里收集蜘蛛网，用特制的工具
将蜘蛛网一张张缠绕下来。有趣的是，他们不仅收集蜘蛛网，连蜘蛛也一并采集回来食用，因为这些大花蜘蛛在苦葱人眼里是难得的美味。蛛网衣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但需要技巧。苦葱人充分利用蜘蛛丝有粘性的特点，让一张张蜘蛛网粘在一起。他们并不在意蜘蛛网上残留的昆虫空壳和树叶，只是在制作前将大的杂物清理掉。收集好的蜘蛛网被整理成薄厚均匀的片状，然后用木板压平压实，形成厚厚的布料状材质，最后用针线缝制成衣。现代科学检测发现，蜘蛛丝的性能令人惊叹。蜘蛛丝的直径只有7微米，比人类头发细14倍，但强度却远超蚕丝。蜘蛛丝的韧性也极好，如果把它收集起来，做成手指粗细的绳索，甚至可以拖住一架喷气式飞机。这种天然材料的优异性能，让现代材料学家都为之惊叹。蛛网衣虽然看起来粗糙，上面还残留着许多昆虫尸体，但对于苦葱人来说却是珍贵的御寒衣物。在没有棉麻纺织品的年代，蛛网衣帮助苦葱人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这种衣服有个特点，就是怕水，不能洗，只能抖抖灰尘，但保暖效果却很好。如今蛛网衣已经极其稀少，据说整个苦葱人地区只剩下4件完整的蛛网衣，真正成了苦葱人的无价之宝。会制作蛛网衣的老人也越来越少，这项古老的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他们被归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但在很多学者看来，他们的文化与其他拉祜族群相差极大，几乎自成一系。甚至在族群内部，其他拉祜人也用苦葱这个词来称呼他们。拉祜一词在拉祜语中意为用火烤虎肉，听起来充满了原始狩猎的豪迈。然而，苦葱这个名字在拉祜语中却别有深意，它意为住在竹筒里的人，或是藏在森林中的人。仅仅从名字的含义，我们就能感受到苦葱人与大山、与森林之间更加紧密、更加原始的共生关系。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森林之子。在苦葱人社会中，女子地位较高，实行氏族外婚，但男子婚后要到女方家生活，有时甚至要终生从妻居住。这种男嫁女娶的习俗与汉族传统完全相反。苦葱人的经济生活更是体现了这种原始社会的特点。他们几乎没有私有制的概念，谁家打到了猎物，全村人都会过来一起分享，直到吃完为止。他们也没有个人财产的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这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帮助苦葱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相互扶持，共同生存。苦葱人信仰万物有灵，对祖先和自然神灵极为敬畏。每年农历2月初8的畲帕节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全村人会聚集在寨子旁的大树下祭拜雄性大树，祈求族群平安，五谷丰登。节日期间，男女老少一起跳进河里捉鱼，水花四溅，欢声笑语，场面极为壮观。在这个节日中，苦葱人还保留着独特的选举仪式，抓一只松鼠放在木瓢里，让水流带着木瓢转动，当停止时，松鼠头指向谁，谁就成为新头人。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对公平的朴素追求。苦葱人在长期的森林生活中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技能。他们制作的弓弩工艺精良，箭头常常涂有从植物中提取的毒药，可以猎杀各种野兽。他们对森林中的动植物了如指掌，知道哪种野菜可以充饥，哪种草药可以治病，面对猛兽如何应对。除了蛛网衣，苦葱人还会制作树皮衣。他们选用火神树的树皮，这种树皮纤维极有韧性。制作树皮衣需要10多道工序，从选树到成衣大约需要10多天时间。虽然穿着粗糙，但在没有现代纺织品的年代，树皮衣为苦葱人提供了基本的遮体保暖。苦葱人还保持着钻木取火的古老技艺，他们用2片竹子连续不停地摩擦半天，才能让竹片迸出火花。火塘是苦葱人生活的中心，火种绝对不能熄灭，因为重新取火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
苦从人掌握着在原始森林中生存的全套技能，他们知道如何在密林中辨别方向，如何寻找清洁的水源，如何避开危险的野兽，如何在恶劣天气中找到庇护所。这些技能都是他们的祖先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没有文字记录的苦从人，一切都靠口耳相传，世代延续。苦从人被解放军劝出林子没多久，山下就来了一大帮人，在山梁上盖起了一溜木头新房，建起一个个新寨，然后请苦从人一家一家搬进去。解放军告诉他们，以后这就是他们的家了。当时的中共金平县委专门制定了帮助苦从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详细规划，政府拨出9万元专款，在当时是巨款，为376户苦从家庭购买了农具、耕牛、种子、铁锅等生活用品，每家得到的物品价值都在200元以上。看着苦从人住进新房子，拿到现代农具，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延续1000年的原始部落终于要告别茹毛饮血的生活了。然而短短几个月后，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刚刚搬进新房子的苦从人竟然开始陆续消失，他们扔下政府提供的农具和房屋，拖家带口又钻回了原始森林。更让人震惊的是，有个村子的苦从人竟然在山林和山下之间来回搬迁了整整6次，最后这个村子甚至因此得名6搬村。政府花费巨资建设的新村寨空空荡荡，而在原始森林深处，那些熟悉的茅草窝棚又重新冒起了炊烟。工作队员们在山坡上找到了一户重返森林的苦从人家，这是个临时窝棚，可能才盖了2-3天。棚子里唯一的现代日用品就是一口铁锅，火塘里还有渔火，主人似乎刚刚离开。这种来而复去让所有人陷入深思，难道是房子建得不好？是农具不够先进？还是工作方法有问题？然而，真正的原因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要从原始社会一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1000年跨越。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演变到社会主义社会，足足用了4000年。可以想象，这样脱胎换骨般的跨越，对于刚从丛林中出来的原始部落来说，有多么困难。苦从人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生产技能的完全缺失。由于长期在森林狩猎，苦从人甚至连牛都没有见过。一开始看到这个牛，苦从人认为是非常凶猛的动物，觉得这个牛是会撞人的，所以就产生恐慌，然后就不接近。乡政府干部领苦从人到了地里，自己先犁田，叫苦从人站在旁边看。过了几天，苦从人看见这种大兽性情其实很温顺，也就来学着犁田。更严重的是，苦从人不懂24节气，错过播种时机，稻谷无法抽穗结实。同样的田块，收成差异巨大，苦从人认为是老天不公。现代生活技能的缺失，让苦从人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遇到困难。第一次去县城时，苦从人感觉房子又高又多，车也多，街上卖的那些东西有些认不得用途，只认得平时用过的肥皂、鞋子、衣裳裤子，其他的一概认不得。他们不会刷牙洗脸，毛巾不会用，牙也不会刷。最难克服的是生活观念的巨大差异。苦从人几乎没有私有观念，对私有财产的观念不是很牢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有酒大家一起喝，一个村在这家杀一头猪了，全村的人一起来跟他一起吃，吃上2-3天，大家喝酒作乐，一起吃完。即使搬到了山下，这种习惯也保留不变。当年生活在丛林中的苦从人，正是靠着这种互助度过了一道道难关。他们的生活哲学很简单，我今天吃饱了，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的过，我晒晒太阳，我再和隔壁邻居聊2句天。到明天没有吃，我又去山上找。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与现代农业社会的计划性生产完全不符。虽然政府反复的动员做工作，还是有许多苦从人陆续回到了山林，重温他们熟悉的游猎生活。这种来而复去引起很多人的深思。看起来过去单纯的送酒送肉、送米送饭和建房子，甚至教他们种田，都不足以留住苦从人的心。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1998年，
云南省民族工作队队长胡忠文第18次爬上山寨，看到苦葱人眼神呆滞，一排排坐着晒太阳。这一次，他决定改变策略，不再只是建房送物，而是利用苦葱人对植物的天赋。工作队引进了一种金黄色的热带果实——香蕉，随后奇迹就发生了。过去从来没有香蕉树的哲米乡，短短几年出现了几万亩连片香蕉林。苦葱人震撼地发现，种少量香蕉的收入，竟能顶得上在森林里打好几年猎。这是靠双手劳动挣来的钱，与过去的救济完全不同。在生动的事实面前，那些回到原始森林的苦葱人又纷纷下山了。香蕉产业的成功引起了省委高度重视。1998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林胡安亲自深入哲米乡，当场指示把全省苦葱人纳入155扶贫温饱工程，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田种，有学上。如果说1957年国家把他们从深山迁出来是苦葱人的第一个春天，那么1998年的155工程就是他们的第二个春天。这个变化是惊人的，苦葱人的住房从茅草房升级到木板房，再到砖木结构，最近10年更是住上了2层小洋楼。在66新寨，几幢现代风格的新楼格外显眼。苦葱人自豪地说，这是他们用打工赚的钱盖起来的。如今走进村寨，你很难找到闲坐晒太阳的人了。村里人都外出打工，种香蕉，搞种植，忙着创造更好的生活。更大的变化还在基础设施上。以前困扰苦葱人的最大问题是交通运输，东西全靠人背马驮，十分艰苦。如今路通了，电通了，水也通了，彻底改变了苦葱人的生活质量。虽然村寨距县城约100公里，但公路直通村里，摩托车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4G 信号全覆盖，村民们熟练地用着智能手机，和外面的世界随时保持联系。教育的发展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过去苦葱人90%是文盲，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哲米乡小学新的校舍正在建设中，300多名苦葱孩子和周边各民族的学生一样，在这里接受现代的教育，欢声笑语，自信开朗。他们伴随着希望快乐成长。最令人振奋的是，苦葱人中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王正云。毕业后他开始经商，资产累积到了上千万。王正云回忆起3代人的经历，我爷爷那辈是纯粹的原始人，在原始森林里寻找猎物。我父亲经历了从原始到现代的转变，而我已经完全生活在新时代。3代人，3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像王正云这样的成功例子，激励着更多苦葱人。现年50多岁的田德学一家，就是普通苦葱人生活巨变的见证者。田德学家养了10来头猪，这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吃的都是芭蕉干或山里的野菜，成本很低。田德学的83岁老父亲平时还得上山干农活，老一辈的苦葱人都不会说汉语，与外人也没法交流。但田德学感慨地说，和老家对比，那是天翻地覆一个大变化。我们还是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年轻一代的苦葱人表现更加出色。在苦葱大寨，孩子们酷爱运动，10来岁就学会骑摩托车了，篮球打得也很专业。小朋友们能够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展现出新一代苦葱人的风采。在浙东镇学堂村，有个11岁的小男孩叫罗云祥，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1个月才能回来一趟。放假期间，罗云祥和表姐一起住在外公家。每天放完牛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普通话说得比外公还流利，看得出来他是个非常用功、懂事的孩子。在这个山村里，他的认真劲儿仿佛是一种特别的希望。苦葱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致富之路。过去哲米乡从来没有香蕉树，但现在在哲米乡的公路两边可以看到几万亩连片的香蕉林。这个地方的香蕉品质好，长得大，卖相漂亮，香蕉种植已成为苦葱人重要的生活来源和支柱。除香蕉外，大片的橡胶林也是工作队从山外面引进来的经济作物。香蕉和橡胶这2个词因为发音相近，在苦葱人的语言中总是分不太清楚。
但他们现在清楚地知道，这2样东西运出山去都能卖上好价钱。一位村民笑着说：“说实话，现在1年攒个7、8万、10万也不稀奇。我们搬来这边以后，跟老家比，真的天差地别。能有今天的生活，真是多亏了那些帮过我们的人。”苦葱人不仅成为了优秀的农民，甚至也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在镇原和新平交界的山里，苦葱人学会了造纸，这种纸叫麻阳纸，制作工序有72道，体现了苦葱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一些苦葱人还开办了茶厂，学会了制作普洱茶，既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也使山里的老百姓种植的茶叶有了销路。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让苦葱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他们开小卖部，开小超市，开小旅馆，有一小部分苦葱人甚至走出群山，到更远的城市里去谋发展。在生动的事实面前，全体苦葱人都被调动起来了。医疗条件的改善让苦葱人告别了过去生了病只能求神拜鬼的困境。以前苦葱人缺医少药，唯一的医疗手段就是晒太阳，患病之后多是听天由命。现在随着现代医疗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现代医院。一位苦葱妇女感慨道：“以前生病了只能求神拜鬼，现在打1针，吃2片药，病就好了。”如今走进苦葱山寨，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曾经居无定所的苦葱人住进了明亮的楼房，山路上有了路灯，4G 信号覆盖了整个村寨。年轻人熟练地用手机刷着短视频，老人们在自家院子里晒着刚收获的核桃和冬枣，田地里种着茶叶和蔬菜，牛羊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最直观的变化是苦葱人的收入，从过去的年人均340元增长到现在的10346元，整整增长了30倍。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历史跨越。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苦葱人的脸上，这笑容比任何数据都更有说服力。然而，当我们为苦葱人的现代化成就欢呼时，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悄然浮现：全世界仅存的4件蛛网衣，会制作的老人不超过3个。这些传承1000年的神奇技艺，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彻底消失吗？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如何保护和传承苦葱人的传统文化，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蛛网衣的制作技艺、树皮衣的加工工艺、畲帕节的祭祀仪式等珍贵的文化遗产，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据说，现在整个苦葱人地区只剩下4件完整的蛛网衣，会制作这种衣服的老人也越来越少。年轻的苦葱人正在积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平衡点。一些有远见的苦葱人开设了私人博物馆，收集展示传统文物，将濒临消失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一些村寨则发展民族旅游，让外界了解苦葱文化的魅力，也为社区带来新的经济收入。在畲帕节等传统节日中，年轻人开始跟老人家学做蛛网衣。他们说，生活好了，更要保留好寨子里的传统。这种文化自觉体现了新一代苦葱人对民族传统的珍视。未来，苦葱人的发展路径应该在现代化与传统保护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手工艺品制作、民族文化展示等产业，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带来经济效益。同时，加强对传统技艺的记录和保护工作，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保存。从原始森林到现代村寨，苦葱人的文化精神将以新形式继续传承。正如那位满头银发的苦葱长老所言，山可以移走，但苦葱人的心永远不会改变。只要还有苦葱人，苦葱之道就会存在。你想亲自走进苦葱人的村寨，感受他们独特的文化吗？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